有人说，神话与传说是包含着一个民族生活的痕迹。无论是中国、日本、泰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属于自己的神话与民间传说。那么，马来西亚又有着什么样的民间故事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小南终于接到业配啦 ！Oppa Seafood Delivery 是大马首创韩式火锅外卖，使用小南 promo code 小南就能获得58%优惠哦！还等什么？赶快下单吧！雪隆区内1个小时送到你家，边吃部队锅边看小南的影片吧！我想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听爸爸或者妈妈给自己说这个睡前故事了。不过今天呢，就让小南为大家说一些关于马来西亚的神话故事吧。在上甘就这个故事里讲述了一个狡猾的西路，平时他面对着许多令人生畏的对手，比如丧驴猫、老虎，还有猎人。然而有一天上甘就被猎人困在一个巨大的洞中，没有办法逃出来。于是他灵机一动，告诉附近所有路过的动物说天空快塌下来了。就这样，所有动物都躲到洞里。最后，上甘就成功踩着其他动物的身体爬了出来。Naga Tasik Chini 纳加塔西克奇尼是一个关于蛇的神话故事。话说，这个 Naga 曾经住在彭亨州的 Tasik Chini 奇尼湖。某一天当地的村民为了在地面上打洞种植这个农作物，不惜砍伐森林。突然间，一位老婆婆从森林里摆着身子，一步一步慢慢走了出来。这个老婆婆撑着拐杖，然后用恶毒的语言咒骂着这些村民，因为他们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先得到神明的许可。可是呢，村民却没有理会她。最后，老婆婆把手上的拐杖插在地面上后呢，便离开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某一天，一只野狗莫名在一根腐烂的木头上无休止的吠叫。突然间，天空闪电袭来，随后就降下倾盆大雨了。这时，那个老婆婆拔掉之前插在地面的拐杖，顿时大量的水从洞口流出，直到形成了Tasik Chini奇尼湖。几年后这个奇尼湖因为常下雨的关系呢，导致当地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因此居民相信这是因为 Naga 想要以淹没当地的这个农作物作为之前砍伐森林的惩罚。在很久很久以前Cik Siti Wan Kembang 是吉兰丹州著名的统治者。Siti Wan Kembang 是国王 Raja Ahmad 的女儿。她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呢，她才只有4岁。由于正统家中后裔只有她一个人，加上她还是个孩子，因此宫廷的长老任命柔佛州的 Raja Husin 担任吉兰丹州的国王。时光流逝 ，Siti Wan Kembang 也长大成人了。这时候，她开始需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并且随着 Raja Husin 去世后呢，当时只有25岁的她就接任了王位。这也造就了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中，她是唯一一个女国王。Bidasari 是最受欢迎的传说故事，主要讲述一个统治净土之地肯邦亚的国王。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城内发生了内战，皇宫被叛军包围，士兵追赶了出来。幸运的是，国王和身怀6甲的王后成功在夜间逃离了皇宫，一路沿着河流在森林里逃难。随着疲倦和痛苦的到来，他们不得不停下。殊不知，这时的皇后却突然临盆了，于是就在这里生下了一位美丽的公主。出生之后呢，公主大声地哭泣着。这时候，一条有着深金色鳞片的金鱼出现在河中。苏丹看到后便从水里把它打捞了起来。没想到小公主也立刻停止了哭泣，这让国王感到很压抑。于是他便将这条金鱼放在他随身携带的金篮之中。
然而好景不长，他们被路过的士兵发现了。紧急之下，国王随手把女儿和金鱼放在了金篮子里，并让其漂浮在通往 Indrapura 的河流中。不久之后，一个商人和妻子在这条河的下游发现了金篮子，并且对于篮子里的这个女婴儿感到惊奇。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小公主似乎和那个金鱼心脉相惜。当鱼离开水的时候呢，小公主就停止了呼吸，这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就这样啊，商人和妻子决定收养了这个女孩，并取名为 Bidasari。后来 Bidasari 成为了 Indrapura 最美的女子。在她16岁那年呢 ，Indrapura 的国王生病了，于是宫里找来了当地最出名的神医为国王看病。而这个神医被传到宫中时，却发现国王是因为天劫才生病的。因此呢，神医告诉国王的部下，只要和生有金鱼缘的女子结婚，才可能解开这个天劫。所以部下到处寻找这个女子，最后找来了 Bidasari 和国王结婚。不过 Bidasari 对于和国王结婚也是有要求的，那就是在国王痊愈后，必须提升国民的生活环境，让国家变得更繁荣。国王立刻答应了 Bidasari。就这样，国王病好了，最后 Bidasari 也成为了万人爱戴的王后。其实这些故事都是出自于一位名叫 Ninot Aziz 的作家，他是一位致力于遗产和古迹的考古专家，而他的成果都在事后被撰写成马来西亚神话和民间传说为主要特色的选集和小说。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有关马来西亚的神话以及民间故事精不精彩呢？你是否也听说过这几个故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嫁给迈特后啊，马苏丽不但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也没有和族长有太多的接触，这让族长心有所愤。然而有一天呢，马苏丽怀孕了。正当众人皆闻欣喜的时刻，马苏丽的丈夫却突然要出远门办事。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可是马苏丽的丈夫迈特却迟迟未归。在这期间，马苏丽结识了一位云游诗人德拉曼。这个云游诗人不仅有一副动听的歌喉，还擅长说故事和吟诗，因此马苏丽十分欣赏他，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让他表演给家人和村民欣赏。不久后呢，怀孕的马苏丽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就因为这个男孩，让马苏丽再度成为了众人和家族的焦点。因此呢，族长原配夫人的忍耐度已经去到了极限，嫉妒的无法再活下去啊。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一定要解决掉这个马苏丽。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族长夫人去了马苏丽的居所后，突然故作惊慌地冲到族长面前，指控马苏丽与德拉曼通奸。